大家好，我是龚明明，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经历了一些探索，我们这次返回来改进一下现有系统。首先说一下一个莫名其妙的优化，之前可微渲染里，我按照 NVDiffRes 的例子代码，用了 Lambda LR 作为 learning rate 的 scheduler。以前我一直习惯用的是到平台期就下降的 reduce LR on plateau， 所以就顺手改过去。结果达到同样的 loss， 现在只要300次迭代，不用1500次，因此速度也提高到了67秒，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好了，进入正题，来看看 spconf。Trellis 里用它来存储稀疏 tensor 和它们的卷积等操作。spconf 的依赖库一大堆，还有可能触发运行器变异。CPU 版还只支持 Linux。这次来试试看能不能把它整体换掉。要换掉一个库，第一步永远是精简。先看看 Trellis 里哪些代码可以简化，以及用到了 spconf 的哪些功能。几轮简化下来 ，spconf 就剩下3处用到。sparsconf tensor 没话说，稀疏矩阵的基础结构。submconf3d 和 sparsconf3d 则是2选1，在 stride 是1，而且没有 padding 的时候，用 submconf3d， 否则用 sparsconf3d。那什么时候 stride 不是1或者有 padding 呢？没有任何时候。是的，至少推断里从来用不到，所以直接把这些参数都去掉，只用一条 code path， 所以就剩下2处。之前也提过。PyTorch 本身有个稀疏 tensor sparsCOO tensor， 实际上它和 sparsconf tensor 非常像，都包含一个表示坐标的 tensor 和一个表示值的 tensor， 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sparsCOO tensor 的 indexes 存储方式非常诡异，直觉上来说就应该是每一行表示每个值所在位置的坐标，然而实际上却是每一列，这样要效率没效率，要方便没方便。这设计简直是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sparsconf tensor 就没这个毛病。第二个区别是 sparsconf tensor 只支持一个 dense 维度 ，sparsCOO tensor 则可以支持多个，但这不是问题。别说我们没用到多个，即便用到，大不了 view 一下就是了。那么这样 sparsCOO tensor 只是个 layout， 本身的类型还是 torch.tensor， 那是不是就能当做普通的 tensor 来用了呢？比如 Trellis 里很多操作都有针对 torch.tensor 的一份，以及 sparse.tensor 的一份。如果都是 torch.tensor， 是不是可以代码量减半？试试看，在上面调一下最基本的 slicing， 结果挂了。稀疏的 tensor 和密集的用的是2个不同的后端。看起来一样的接口，没多少操作同时支持2者，几乎没有做到抽象。但既然知道是个坐标和值的存储方式，即便不用 sparsCOO tensor， 自己实现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先解决一下卷积再说。那就来看看 submconf。首先是它的算法，顾名思义 ，submconf 是 submanifold convolution 的意思。然而这真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是吧？说白了非常简单，一般的卷积是输出里的每个元素用一个 kernel 从一个范围内的输入拿来卷积，而 submanifold 只有输入 tensor 里非空的地方才需要做这个卷积，也就是输入和输出的稀疏坐标完全一样。拿图片和高斯模糊来举例，用普通的卷积做这个高斯模糊会得到这样的结果，边缘也是糊的。要是用 subm 的卷积来做，0的地方还保持着0，所以边缘还是锐利的。好了，知道定义了，就可以做一些实验。首先把稀疏 tensor 变成密集的，调用 conf3d 来卷积得到一个密集的，最后根据输入的稀疏 tensor 把非空元素挑出来，就得到了结果。这是没错，但之所以选择用稀疏的，就是因为存不下密集的，还把它变成密集的。结果当然是内存溢出，那就老老实实写，用最直白的方式写，先不管速度，在每个非空元素上用多重循环完成卷积，
这应该就是做了 SubM 卷积了吧？毫无疑问，这样非常慢，生成 Mesh 一次要40分钟，用 SPConf 只要15秒啊！而且结果是错的，颜色错误严重。排查一下，发现 Kernel Size 是3的时候卷积没问题，1的时候就有错。瞄了一眼 SPConf 的代码 ，Kernel Size 是1的话，用不着3重循环，就用个矩阵相乘解决了。但奇葩的地方来了，这个 Wait 的矩阵维度是 Cout 乘上 Cin， 却要用 View 的方式把它当作 Cin 乘上 Cout， 也就是它的维度和数据布局反了。其他 Kernel Size 的时候就没这个问题，这是个 bug 吧？这里拿2×3的矩阵举例子，大家可以更容易看明白问题所在。它就不是个转置不转置的事儿。长期以来，所有人都用 SPConf 同时做训练和推断，两者都反了，就发现不了这个 bug。我就自己实现一下就触发了，这个好对付，弄好以后至少结果对了。但是速度慢这么多怎么办啊？肯定不能在 Python 里做多重循环嘛。搜了一下，有人提到可以用这个表达式，比较2个 tensor， 得到一个非空元素在另一个里的序号。然而这代价非常惊人，如果 A 和 B 是 n 乘 m 的，那么这里面的中间变量维度将会是 n 乘 n 乘 m， 巨大无比，肯定会内存溢出，得换个思路。既然坐标是整数序列，那建个 dictionary 如何？从坐标映射到序号，这样每个非空元素查询周围邻居的时候，把坐标拿去搜索，找到了再做计算。代价是需要读回 CPU， 这样速度略有提高，生成 Mesh 只要20分钟，还是无法接受。再改一下，把最外这一层循环挪到最里，把一些计算转成 Tensor 的操作，毕竟 Tensor 操作是 C++ 和 CUDA 实现的，快得多。如此一来，生成 Mesh 降到93秒，虽然快了很多，但还是比用 SPConf 的慢，毕竟有个循环还是在 Python 里串行的。下一个加速，把这部分转到 C++ 里，用一个 C++ 模块实现 hash 查找，还能用 OpenMP 把它变成元素之间并行的，这样再次降到66秒，能好一些，但显然还是很有问题。读回 CPU 造成的流水线停滞，在 CPU 上建表查表的开销都是需要解决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在 GPU 上建立 hash table， 使得从头到尾都在 GPU 上呢？当然可以，但先别急，另一处还欠了一个 hash table， 那就是可为渲染里面建立边和对面点信息的地方。目前的实现也是读回 CPU， 用一个 map 解决的。如果有 GPU hash table， 就能在 GPU 上建立一条边到它2个对面点的映射，从而让数据一直留在 GPU 端。所以先做一个 GPU hashing 吧，这样2处都能受益。GPU hashing 区块链。既然如此，下期我们就来看看区块链，不是 GPU hashing。欢迎继续收看，再见。I'm so happy, 'cause today I found my friends.